这台净水设备，昨天我们4个人从1楼抬到这个地下室。抬的时候呢，已经把那些能拆掉的都拆掉了，包括电机。到了这个位置呢，新的问题出现了，这台设备呢根本就进不了这个门。这个框架呢是拆不了的，因为它焊接成一个整体了。但是内部的东西呢，全部都可以拆。不得已，现在研究了2个方案，看是用哪个合适。最终决定呢，还是把这个框架切了吧。切了以后分成2个部分，然后就可以进去了。原估计是要拆这个墙的，结果这里面包的是一套下水管，消防管，这里面是消防管，这个不能拆了。原估计把它打掉，直接推进去。昨天我们4个人从这后面抬下来。我在找着踩的。现在看我的设备，角磨机也上了保护罩了，干活也戴上护目镜了。这也是所有粉丝对我的关爱呀，不断的提醒我，不断的评论区给我评论。哎呀，吓我一跳呀！这个活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，这个切勿模仿。干这种切割的活，角磨机一定得拿稳了。有惊无险的，终于把它切成2半了，这样抬进去就毫无障碍了。这个设备呢，就安装在这个楼梯间的下边，旁边2个是不锈钢的储水罐。抬进来呢，再重新组装好，然后把这个框架呢再进行一个焊接。电焊机呢也带过来了。在室内搞电焊的话，一定要把地上保护好，因为那个电焊的火星子和这个地砖，只要一碰撞在一起，立马就烧一个坑。什么情况呀？老粘焊条，是我电流调的小了吗？也不对吧。2.5 的焊条我都调到120了，还是这个焊条它受潮了，因为放在那里几年不用，还是我的技术退步了，这几年都焊不了了。围观的可要离得远远的啊，这个火星子蹦到肚子里面，那可是爽歪歪。地面的保护工作一定要做到位。不然这个地砖呢，它遇到火星子，真的就全烧坏了。别动这种框架呢，它铁皮也不厚，大概就是个2毫米。我们焊的时候呢，是用的这种方法，从上往下焊。这个也叫倒流水，这样的焊接速度呢比较快，只要手法好，成型的效果呢也不错。这个表面呢它是做了油漆的，所以焊的时候呢这个油漆容易着火。焊完了以后就和我们的锅底是一样的，黢黑。这也是朋友的一个活，过来给他帮个忙。我的任务是给它切了，然后再给它焊好。这是我们昨天抬的时候把这些配件都拆了，要不然整体抬这个东西抬不动，太重了。这是3个滤桶里面夹的东西，这个是石英砂吧。这边还有一袋子是活性炭。昨天我们4个人呢，就是从这个楼梯上抬下来的，那个架子也比较大，抬的也比较费劲。还好这边还没有装护栏。隔天他们装好了，我们过来再看一看。设备已经开始正常治水了。走，我们上2楼去看一看，有个老师傅在作画。这也不是什么3D 打印，这是纯手工呀。纯手工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这一套净水系统不光是人用呀，看这里的鱼缸，好几个大鱼缸。
这个缸应该是一个海草缸，现在还没有完善。今天才发现养鱼绝对是一个大成本的投入呀。